好多带孩子来看包皮的家长，和大家讲讲门诊常遇到的3个情况。第一个，医生，我家孩子包皮算长吗？第二个情况，包皮这么长，或者包皮口那么小，是不是会影响丁丁的生长发育啊？第三个，包皮到底怎么清洁呀？好苦恼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按赞并点亮小铃铛，你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。先来看第一个问题，包皮怎么才算过长？其实啊，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包皮口窄不窄，是不是能正常的翻开清洗，是不是局部经常有炎症啊、感染等不舒适的情况。如果我们抛开了年龄、症状来讨论包皮到底长不长，那真是不太合适。先来说3个基本的概念：包皮过长、包茎和包皮粘连。包皮过长是什么呢？包皮它覆盖了头，但是可以正常的翻开露出来，这就叫做包皮过长。但其实孩子们的包皮啊都是相对长一些的。因为孩子们还小，丁丁们还要成长、要发育，所以几乎所有的男宝宝都是盖着头的。不过我们说盖着归盖着，需要把它翻开来清洗，能翻到什么程度就翻到什么程度，适度的清洗。如果包皮不能翻开来显露出头，那就属于下面这种情况了。我们说它叫包茎。包茎又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2种情况。生理性包茎是什么呢？这其实是绝大多数男宝宝正常的一个状态，因为随着小朋友们的成长发育，大概在3岁之后，一部分小朋友包皮口就逐渐增宽了，是能够逐渐翻开露出头的。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，到底在多大的时候它一定会翻开。那我们通常建议加强日常清洗，尽量在青春期前让它能够翻开显露出来进行清洗。另外还有一种病理性的包茎，如果包皮不注意清洗，反复的炎症、外伤导致包皮口异常的狭窄，包皮口局部的皮肤失去弹性，它不能逐渐的增宽，这里就是病理性的包茎了。最后一个包皮粘连，包皮粘连是指包皮和头是粘在一起的，但随着包皮垢的堆积啊，丁丁的间断起来是让这个粘连逐渐分开的一个原因。那第二个问题，孩子的包皮那么长，包皮口有点小，会不会影响丁丁的生长发育呢？其实是不影响的，因为丁丁的生长发育啊受内在力量的影响，比如遗传因素，还有后天的营养状态等，外面的皮啊是阻拦不住的，这个请放心。但是另一方面就要注意了，有的包皮口狭窄不能清洗，容易让局部发生感染的概率增高，反复感染会引起病理性的改变，这就是我们强调日常注意翻开清洗的原因。那第3个问题，如何清洁护理呢？6个月以上或者1岁以上的宝宝呀，平时洗澡的时候要适度的把它翻开，清水清洗干净就好了，把前面的褶皱打开进行清洗。清洗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记得及时的把包皮要翻回来，不能露在外面。随着包皮逐渐的越来越宽，我们能清洗的范围啊也就大一些了。我们日常要注意护理，这样呢可以减少炎症的发生。炎症外伤会让局部的皮肤质地变得很硬，不利于包皮口的增宽、龟头的显露。如果包皮发炎了，局部红肿疼痛，排尿也痛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啊，我们要把局部注意清洁干净，看看是否能够好转。如果已经很清洁了，还是红肿的比较厉害，不见好转，那需要就诊医生检查局部的情况。医生可能会建议泡一些药水或涂抹一些药膏。如果有排尿疼痛、尿频、尿急等，还要考虑是不是合并了有泌尿系的感染，那么会进行尿常规的检查。经过上述的一般护理，2到3天就能逐渐好转了，大概5到7天就能痊愈。但是如果反复的包皮感染啊、炎症啊、泌尿系的感染，就要考虑进行包皮环切了。包皮是怎么割的？打局麻还是全麻？对于小朋友啊，其实主要割包皮有3种方式。第一种包皮套扎术，我们先量好它的大小，然后把包皮口打开，分离包皮和头的粘连，清洗干净之后呢，放一个类似于戒指的小环进去，然后调好位置后呢，在外面用线扎上，手术完成。术后需要有护理啊，大概2到3周左右，这个环环就脱落了，那也就完成了包皮环切。第2种方式是包皮吻合器的包皮环切，那同样也是先量好体积大小，然后把包皮口打开，分离里面的粘连进行清洗。最后呢，用一个带把的一个罩子罩在头上面固定好，然后我们放入一个套筒，启动把手，完成了切割。同时呢，会在切口上打上1圈钉了。之后拆下吻合器，检查一下切口的情况有没有出血。检查好之后呢，就要进行局部的包扎。这包扎呢，一般可能会包3到7天，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孩子恢复的情况来决定。要观察头的颜色，也就是观察它的血晕。排尿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一些，尽量避免把局部的敷料、尿
尿失。这个切口一般1周左右就愈合了。龟头的创面呀，其实需要2周左右的愈合时间，钉子大概2到3周脱落，所以总体呢一般需要2到3周的恢复时间。传统的包皮环切不用这些器械，在医生肉眼手工下进行切割缝合，一般也会选用一些细细的美容线呀，2周左右就逐渐恢复了。可以选择拆线，或者是等可吸收线自行的吸收脱落。术后同样需要刚才跟上面一样的包扎的情况，注意观察头的血晕，注意局部的敷料不要尿失。前2种包皮环的和包皮吻合器的这2种方式呢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常见的割包皮的方式。医生会根据年龄病情还有居家护理的情况、小朋友们配合程度等，给他一个综合的选择。看完前面的术式介绍大家都应该明白，割包皮不能直接的割，割之前是需要打麻药的，也就是我们说需要麻醉的。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，比如7、8岁以上，一般会选择局部的麻醉。如果孩子可以配合局部麻醉，在我们这儿呢，手术前需要大概1小时的准备时间。孩子提前来了以后，换衣服，然后先涂局部的麻醉药，涂麻药大概等半小时到1小时，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手术室了。进入到手术环节，那我们进行局部注射局麻药。局麻手术呢，孩子不仅是清醒的，还是可以玩手机的，有的孩子会玩游戏，有的孩子呢还会看动画片。在局麻手术中是不需要见麻醉医生的，手术医生进行局部的麻醉。局部麻醉满意之后呢，孩子在手术台上边玩着手机，这边进行手术。年龄小一点的需要全麻，过程会有一些不一样，但麻醉的选择也不是完全看年龄，也有大年龄的但是内心敏感的孩子、容易紧张的孩子或病情复杂的孩子也会选择全麻手术。全麻手术的流程有些不一样了，手术之前的某个日子要先预约麻醉医生进行麻醉评估，手术当天呢还需要紧食水，来了之后要进行术前准备，医生再次检查小朋友的情况，签署手术同意书等等，然后再进入到手术室进行手术。手术结束后，孩子需要在休息室继续观察，这个时候呢，护士会跟家长介绍术后怎么护理、怎么用药，术后半小时左右呢，鼓励孩子小便以及交代注意的事项。术后会疼痛吗？会影响生活吗？术后的疼痛主要是前1到3天比较痛，有的孩子粘连的比较重，疼痛的时间呢会相对的延长。前3天我们可以规律的口服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这类口服止痛药，也可以外用止痛的药膏，可以看电视听音乐等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主要是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注意休息，避免局部的摩擦和碰撞。术后包皮还会肿胀，肿的是正常的，需要局部逐渐的恢复循环。每个人恢复的时间长短不一样，另外还可能有感染出血瘢痕等情况，出现这些情况需要及时的复诊处理。术后可以穿着术后的保护内裤，内裤前面有一个罩子，也有人叫它铁头内裤，用来保护术区不被摩擦、不被碰撞。痊愈之后头就可以露出来了，刚开始会很敏感，需要给它一个适应的过程。经过经常的清洗触碰表面逐渐的增厚了，也就坚强一些了。千万要注意，不要哄骗孩子去做手术。家长可以和他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，手术后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小一点的孩子还可以结合孩子的具体情况，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去治疗治疗后就能清洗干净啦，细菌怪兽也不会过来欺负他了。当然也不用讲的特别的详细，太详细的画面孩子也受不了，也害怕。这样孩子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可以与家长与医生建立更好的信任关系。除了手术治疗，还有其他方法治疗包茎吗？有的，我们外用激素药膏进行保守的治疗，需要遵医嘱用药，可能还会定期复查，也可能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或配合的程度进行适当的牵拉练习。一般会坚持4到6周左右，有效率一般在80%左右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复发率。如果不坚持翻开清洗，很容易就复发。所以一旦选择保守治疗或者保守治疗有效之后，一定要坚持规律的用药，有必要的话进行定期的复查。主要的目的都是让头能露出来清洗，防止感染。什么年龄割包皮最合适？
有疾病需要治疗的情况下是不分年龄的，比如说反复的炎症啊，反复的泌尿系感染。对于没有症状的包茎的孩子啊，国内大多数医疗机构会建议5岁以上，结合家庭护理情况、风俗习惯或者是家属的意愿，综合考虑是否进行包皮环切。当然呢，也需要了解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。比较理想的年龄，我们说是7、8岁之后，能够配合局麻的情况下完成包皮环切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